金价从记录高位掉下来了。如果你手里有金子，按剧本这时候该有一片抛售，可全球回收金反而更少了。世界黄金协会刚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2026年第二季度报告写着，这个季度全球回收金326吨，环比掉 13%。 今天就拆两件事，该卖的人去哪儿了，买的人又换成了谁？先把价格说清楚。第二季度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黄金午盘定价季度均价是每盎司 4506.29 美元，比第一季度的记录高位低 8%， 比2025年第二季度高 37%。 环比是跟上个季度比，同比是跟去年同期比。同一个价格，环比在跌，同比在涨。这句话你先记住，它是今天整期的钥匙。再看量，报告第一页那张图，横轴从2000年排到2026年，深紫色是第一季度，浅蓝色是第二季度，摞成一根柱子。右边那颗金色的菱形是上半年的美元价值。2026年这根柱子，第二季度含场外交易在内的总需求1269吨，跟去年同期完全一样，零变化。上半年合计2522吨，同比涨 2%。 那颗菱形跳到3800亿美元，全图最高，创纪录。场外交易就是不在交易所里，买卖双方私下成交的那部分，看不见，但确实是需求。所以表象是价格掉下来一角，成交量纹丝不动，钱还创了新高，市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但报告第二页那张分部门的季度供需大表里，有一行数字把这个印象彻底推翻了。那一行叫回收金，回收金就是已经在人手里的旧金子被卖回给回收商，重新熔成标准金，它是这个市场唯一能快速变出来的供应。矿要挖好几年，旧金子只要有人肯卖，明天就能到。报告第二页那张大表，回收金那一行，第二季度 326.1 吨，环比-13%，同比-6%。同一张表最后一行是金价，第二季度 4506.3， 环比-8%，同比+37%。看清楚方向，价格环比跌 8%， 回收金环比跌 13%， 这好理解。可价格同比还高着 37%， 回收金同比居然也是跌的，跌 6%， 比去年贵了7%。愿意把金子卖回去的人反而更少。你上一次真动过要不要把金子出手的念头，是它创新高的那几天，还是它跌下来的这几天？报告亮出来的答案跟这个直觉是一致的。顺带说一句，报告正文第21页把这两个百分比的归属写反了，同比环比对调一律以第二页那张大表为准，更反常的在后面。报告第20页写明，第二季度的回收环境其实更友好了，中东冲突的干扰缓解，第一季度卡住欧洲和北美回收的精炼产能和融资限制也解除了。翻成人话，一季度是很多人想卖，回收商收不动，二季度路修好了，车反而更少。报告第20页那张回收金的图，柱子按欧洲、中东、东亚、北美这些地区分色堆起来，右边那条金色的线是金价的季度均价，你顺着金线看到最右端，它在第一季度顶到接近5000美元，然后拐了下来。金线底下的柱子，第一季度那根 373.8 吨，最后一根只剩326吨，价格拐头，回收量跟着拐头，但幅度大得多。报告第21页给了一句方法论级别的表态，环比的价格变化比同比更能解释回收行为，这是这份报告最值钱的一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路修好了，价格同比还高着7%，那批本该出现的卖家到底在想什么？先看他们在哪。报告第21页把回收金拆到国家和地区，一条线很清楚，新兴市场塌了，欧美反而挺住。印度同比跌 17%， 环比跌 38%， 中国同比跌 15%，
环比跌 19%。反过来，欧洲同比涨 9%， 美国涨 5%。报告认为，这只是把第一季度被产能卡住的活补做了一部分，不是新增卖盘。还记得开头那个反常吗？到这里只解开了一半，我们知道了是谁不卖，还不知道为什么。报告给了3条机制，持有者预期价格还会往上走，先不出手，随时能拿去卖的旧金存量本来就有限，前几年该卖的已经卖过一轮。第3条最重要，没有出现广泛的困境性抛售。第3条得展开，回收金不只是价格的函数，更是日子好不好过的函数。失业了，生意断了，家里急用钱，人才会动那块压箱底的金子。报告第21页写得很直白，能源涨价，通胀走高，失业增加的迹象都还没触发广泛的困境性卖金。一线的说法是，持有黄金的人预期价格会回来。在货币疲软的国家，他们认为黄金在历史上的某些情境里能挡住动荡，这是对持有者想法的描述，不是对黄金的保证。还有2个结构性机制把卖出从制度上拆掉了。印度是黄金质押急需用钱时把金子抵押给机构借钱，而不是卖掉，金子还是你的，钱到手了，回收数据里1吨都不会出现。中国是以旧换新，金市要交 7% 的增值税，拿旧金市去抵能抵掉一大半，这种置换对供应没有净影响，不计入回收数据，于是就有了一场安静的拉锯。回收商和精炼厂1季度收不下，2季度没货可收，而拿着金子的家庭被递了台阶。没收到货的是回收商，赚到客流的是金店，把金子留住的是持有者。你去金店把那条戴了10年的旧链子换成新的，在你看来是把旧金子卖了，但在报告的口径里，这块金子从来没离开过市场，它只是换了个形状，继续待在你家。所以卖方的答案出来了，不是没人想变现，是变现有了不用卖的路径，真正逼人卖金子的日子还没到。那另一边呢？金子没被卖回去，总得有人在买。报告在这一侧翻出了更大的变化。先做个小测验，黄金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，就是在股票账户里能买卖，背后压着实物金条的基金。你猜2026年上半年全球黄金 ETF 这本账是净流出打平还是净流入？答案是净流入。报告第10页那张图，柱子按美国、英国、中国、印度分色，右边那条金线是全球总资产规模，最右端5260亿美元，最右边那根柱子就是这18吨。拆开看，第2季度全球 ETF 净流出45吨，光6月1个月就跑掉74吨，几乎全部来自北美。北美上半年累计掉61吨，是2013年以来最差的上半年。而亚洲上半年净增70吨，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上半年。同一个季度，同一个价格，北美在卖，亚洲在买，北美吐出来的仓位被亚洲的买盘接了过去。报告给的解释是持金的机会成本，黄金本身不付利息，低风险债券的收益一变高，拿着金子的代价就变大了。同时还有价格回调，新任美联储主席的鹰派信号，实际收益率上行和美元走强。如果你6月份也盯着账户往下掉，手指在卖出键上停过2秒，北美那61吨里就有这份纠结。亚洲是另一套账，中国上半年的驱动因素几乎没变，利率低，地缘风险高，房地产还弱，增值税框架偏向投资品。报告第8页那张8个市场的对照图画得最清楚，亚洲其他中国、土耳其、印度、东盟、美国和欧洲，其他中东每个市场2根柱子，深紫是金条金币，浅蓝是金市。8个市场里7个同一个形状，紫柱在零线上面，蓝柱在零线下面，只有中东2根都在下面。上半年中国金市跌 30%， 印度跌 17%。
报告第7页那张分国家的金市表里，中国大陆第2季度 50.0 吨，同比跌 28%， 印度 75.1 吨，跌 15%。 那一季印度还赶上进口关税从 6% 提到 15%， 这多出来的税最后压在买金的人身上，连总理莫迪都出面呼吁别买黄金。但金市有个更值得看的背离，报告第6页那张按地区分的金市图上，柱子是吨，右边那条线是总价值。第2季度金市消费278吨，疫情以来最弱，可花掉的钱是400亿美元，同比涨 14%。 买的更少，花的更多，多花的这笔钱谁收了？拿回家的金子更轻，成色更低，多掏钱的是消费者，多收钱的是品牌和金店。金条金币这一侧，第2季度307吨，同比只跌 3%， 上半年全球784吨。报告第11页那张分国家的表里，中国大陆和印度还是最大的2个买家。报告第13页那张4季度滚动图更清楚，图例分北美与欧洲、亚洲、中东与土耳其，其他4块，纵轴最高1800吨。最右边那几根柱子里，浅绿色的亚洲那一大段早把紫色的北美与欧洲压成柱底，薄薄一层。那供应为什么不补上来？报告第19页那张上半年矿产图给了答案。2026年上半年矿产金1867吨，创纪录，可比2025年上半年的1808吨也只涨了 3%。 成本数据要慢1个季度才出得来，最新一期是今年第1季度，金矿行业的全维持成本已经创下每盎司1785美元的记录，挖1盎司金子的全部开销从没这么贵过。供应不是不想响应，是响应不动，一边是回收金不来，一边是矿产爬不快，另一边买家换了国籍。这3件事凑在一起该怎么用？先把开头那条线合上，价格跌下来，卖盘没出现，是因为持有者有了不用卖的路径，也还没到必须卖的日子。买盘没消失，是因为他换了人，卖的人变少，买的人换了国籍，这比金价这个季度跌了 8% 重要的多。这种拆法每个季度都有一期，订阅一下，下一季的账本不会错过。那接下来该盯什么？报告里有4条信号，可以自己跟，我不给方向，只给你盯的位置。第1条，看环比，别只看同比，多数人拿比去年涨了 37% 做判断，报告拿比上季度跌了 8% 做判断，同一份数据尺度不同，结论相反。第2条，美国10年期通胀保值债券的实际收益率，也就是扣掉通胀后真正能拿到的利息，报告第3页说它正在逼近 2.5%， 这个水平在历史上通常对应更高的持金机会成本。第4页那张图画的就是北美 ETF 需求和它的52周滚动相关性，最近重新落回负值。第3条，场外交易和亚洲买盘还有没有力气？第2季度场外与库存留327吨，加上第1季度上修后的244吨，上半年合计571吨。世界黄金协会把下半年的主引擎压在这2块上。第4条，央行是嘴上说还是手上做？第2季度净购金289吨，历史上最高的第2季度。报告第15页那张图，最右一根柱子就是它。可上半年合计345吨，是2022年以来最低的上半年。第16页那张年初至今的图里，最高的正向柱是波兰央行，而它的调查显示 89% 的央行预期全球储备上升，创纪录的 45% 预期增持自己的。这条缝本身就是信号。4条之外还有一张图，报告第3页画的年度需求预期变化，投资是正的，金市是负的，央行强劲，供应受限。这是世界黄金协会对下半年的看法，不是我的承诺站不站得住，取决于那4条走成什么样。那该怎么想？先说最容易翻车的读法，因为没人卖回去，所以一定还会涨。报告写的是持有者行为，不是价格保证，历史数据也从来不代表未来。他自己都留了话，除非下半年出现决定性的价格变动或更广泛的经济压力，
否则大规模卖回去看起来不太可能。说的是供应弹性，不是价格。再说2把尺子，第一把是尺度，央行用10年想问题，这份报告用季度做判断，很多人用一天的涨跌做决定，同一组数字用不同的尺子量，结论完全相反。第2把是人群，同一个价格，北美卖出61吨，亚洲买进70吨，有人把金饰换成金条，有人把金子押给机构也不肯卖。不是有人聪明有人傻，是处境、税制和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。所以第一步不是猜价格，是先看清自己站在哪一栏。那你站在哪一栏？回到开头那个画面，金价从纪录高位掉下来的那几天，全世界有无数人打开抽屉，看了一眼自己的金子，然后又把抽屉关上了。这份报告本质上就是把那个关上抽屉的动作做成了一张326吨的表。那你呢？6月份那波下跌，你是按住没动的那一批，还是手指在卖出键上停了2秒的那一批？现在回头看，你觉得那个决定对吗？评论区讲讲，我想看看这条线在我们这是什么形状，